我一直相信，亲眼见过绝顶高处风景的人，绝不会甘于平庸地浮在俗世尘土里。穆佩林，那是家族赐予我的名字。我曾看着韩立的背影，心底燃起希望，也藏着连自己都不敢触碰的悲伤。我出身于穆家，一个并不算小的修仙世家，自幼被规矩、门第、联姻这些看不见的丝线缠绕，仿佛生来就该为家族延续地位和声望。那些教养、礼法、责任，像是无形的锁链，把我束缚在一座看不见的囚笼里。年少的我以为，只要足够努力，足够清心寡欲，命运终会给我一点怜悯。直到那一年，族中长辈为家族利益拟下我的婚约，我才明白，在修仙世家中修仙，从来就不是为自己。那时候，我像一株在风中抖落了花瓣的花，自己的道途被当作家族利益的交换道具，却无力反抗。落云宗的药园，是我能够暂时忘记空洞修仙界的唯一角落。那里没有人迹纷扰，只有草木的清香与灵气的流转。灵芝在风中低语，告诉我天地的气息，也教会我如何静心。韩立初到落云宗时，主动请缨照看药园。我身为药园管事，名义上是他的师叔。初见他时，他并不起眼，相貌平平，灵根普通。在落云宗里，这样的弟子太多太多。我从未想过，他会成为我命运中最深的一笔。落云宗事件大会上，众人都以为他会平平无奇的落成，谁料他竟依靠大量符箓，以炼气修为力压群雄，跻身前10。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从三宗禁地回来后的韩立，仍静静守着药园，在平淡的日子里默默无闻。韩立后来结姻，我望着那抹灵光，心底震动如潮。我忽然明白，自己与他之间的距离早已是天上地下。那之后，家族催促我完成那场将会终止我道途的联姻，我不肯。于是我宣称，我已被韩立收为侍妾。这并非卑微的庇护请求，而是我最后的倔强。若不能主宰命运，至少要自己写下拒绝的理由。虽然韩立在我的跪求下承认了我侍妾的身份，却也在我身上种下了禁制，并非出于贪恋美色，而是谋划让我成为他突破原因瓶颈的人形道具。但我知道，成为名义上的侍妾并非施舍，而是一桩两利交易。韩立给的是资源，是丹药，是元婴修士亲自指点的机会。他从我这里得到的，不过是一丝能让他突破的可能。巅凤培元功，这门功法需要元婴尚存的结丹女子来修炼，能在关键时刻帮助元婴修士突破瓶颈。我们各取所需，名分下是一份两利的契约。但是那天，在去往天天城之时，他救了我。他以元婴初期的修为展现出的强大神识，击溃了元婴中期的南陇侯，把我视作物品，想要强行以物易物的想法。那一刻，我第一次明白被人护在身后的感觉，原来不是软弱，而是心安。感激深根，情愫萌发。我知道他不会在我身上留情，但仍忍不住希望自己能以真正侍妾的身份陪伴他左右。可是他的眼里永远只有修行，他能给我的是庇护，却不是男女间的温情。当时仅为筑基修士的我，只能陪伴他极短的一段时光，他不会为短暂的柔情
留下心魔。于是，那份渴望只能被我一寸寸藏进心底。修仙之路，本就以苦为基。我在寒力赐予的丹药和法器辅助下，终于结成金丹。那是我人生中最辉煌的时刻，我仿佛看见了希望。可越接近高处，黑暗越深。我的修为一路攀升，心魔也随之而生。那心魔并非生于贪嗔痴，而是生于不甘和爱。我不甘只做他修行途中的路人，我不甘自己永远追不上他前进的脚步。我也爱那份沉静如山的坚韧，爱那份目光中不染俗尘的清明。虽在多年修行后踏入结丹后期，我的寿命也来到了尽头。在闭关冲击元婴的关口，即使有着寒力赐予的九曲灵参等各种辅助灵药，我依然没能结成元婴。命运并非善类，他总喜欢在你最无助时撤走你脚下的梯子。为什么？为什么我总是追不上你的步伐，寒力？我在弥留之际，脑海中闪过的全是他的身影。我不甘心，我好不容易才走到这一步，好不容易才有机会真正触碰到那高处的风景，怎么能就这样陨落？若曾亲身接触过高处的风景，又怎会甘于平庸？我穆佩林终究走完了这一世，哪怕最后陨落，我也要让灵魂带着那一抹清光，随风散入天地之间。至于寒力，我对他有过爱，有过倾慕，但更多的是一种隔世的敬意。他是修仙界中最清醒的行者，而我只是他修行路上的一盏孤灯。我最初想成为他的侍妾，不是想占据他的道侣之位，而是想以这种身份获取继续修行的可能。结果我得到了名义上的侍妾，实则为弟子和修行道具的身份。若真有来生，我不求仙，不求长生，只愿在人间的风里再遇见他一次。那时我们不必称宗门前辈与后辈，不必为修炼和功法相系，只做两个在凡尘中相互温暖的行路人，那样也算不枉一生。